你能想象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老人是一位影帝吗？老人名叫杨大义，今年78岁，从来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的他，屏幕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凭借着在这部电影里的精彩表现，他拿到了影帝。他饰演的角色名叫李府长，住在河南省太康县源马村。这天，老李扛着梯子上了屋顶，房屋年久失修，瓦片都冒了出来。老李手中的杆子不听指挥，他只能亲自爬上去，将瓦片一片片码好，以防再次漏雨。因为儿子之前打了电话，要把孙子宁宁送来住上几天。不一会儿，儿子带着宁宁回到了农村。儿子李运生是一名装修队的包工头，因媳妇二胎即将临盆，忙于生计，不得不将自己7岁的宁宁带回老家，托给老父亲照顾。老李点头答应。运生交代完事情后，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送走了运生，老李开始给孙子准备热水洗澡，孙子却很不乐意。别的小朋友暑假要么都出去玩了，要么都有爸爸妈妈陪着，只有他可怜巴巴被下放到农村，住在夜晚漏雨的瓦房里。白炽灯下围绕了许多扰人的蚊子，野村中间插了70年左右的光景，鸿沟的宽度可想而知，但是代沟并不能斩断血缘的羁绊。夏季正是收瓜的时节，白天老李就将孙子带在身边，他在田里忙活，孙子就在旁边啃西瓜。吃完后，宁宁有了尿意，他就撒起了尿。老李赶忙上来劝阻，因为他尿在了太爷爷的坟头上。老李没有生气，心平气和告诉他，每个人都会死，死后都会有个坟。在宁宁的世界观里，还不知道太爷爷的存在，对于人类的生死更是没有任何的概念。宁宁好奇地问，那爷爷怎么才能不死？老李告诉他，只要时间暂停，爷爷就不会死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宁宁突然跑到爷爷跟前，玩起了定身术的游戏。爷爷定。爷爷也玩心大起，配合着孙子一动不动。将西瓜装车后，老李便带着孙子一起去集市卖瓜。得知价钱后，宁宁天真的表示，这个还没有他的一件衣服贵。老李听出收瓜老板的口音是三门峡那边的人，自己的好友韩玉堂也是三门峡人，两人多年未见，老李便开始跟老板打听韩玉堂的下落。一问才知道，韩玉堂就是他的大舅。老李年轻时在那待过8年，跟韩玉堂结下了难忘的情谊。听说老友身体不好，时日无多，就要来了电话，想要慰问一番。夜里外面下起了雷阵雨，屋顶还是渗漏了雨滴，落在宁宁的额头上。老李心烦意乱，他打着手电，用笔圈出了相片上的2个已故好友。如今除了他，就只剩下韩玉堂了。第二天，老李便打算去三门峡看望老友。宁宁也一直吵着要出去玩，这次正好也带他出去看看。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么决定了。由于宁宁晕车，老李便放弃了坐车前往，转而开着自己的电动破3轮去。可还没出村子，破3轮就动弹不了，他只得将车推到修理店。修理店老板也认识老李，一听说老李要开3轮去三门峡，当即给老李出主意，电动的一次就跑30公里，想去三门峡还得开油车，而且沿途还有加油站补给。老李觉得有道理，隔天一早他就去跟哑巴朋友借了辆持有的小3轮。听说老李要去三门峡，哑巴毫不犹豫地将车借给了他，他还在纸上嘱托老友要一路小心。折腾了几天后，老李终于学会了如何驾驶，再加一个工具箱、1床被褥、2个马扎，零食若干，爷孙俩就这样上路了。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特殊的一部公路片。这个老人要靠着这辆改装的3轮车去往三门峡看望好友。白天老李开车赶路，晚上就把被褥铺开，披星戴月地睡在摩的里。周围漆黑一片，宁宁很是害怕。老李为了安慰孙子，便给孙子唱首歌《过昭关》，这是他最喜欢唱的一出戏的戏名。孙子却是直言难听，他不知道什么是过昭关。爷爷就给他讲述过昭关的故事，讲完故事又向他解释自己为何会钟情于这个故事。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成分有问题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当年正好在闹文革，他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了三门峡农场劳改。农场的条件很艰苦，有好几次他差点就死在那里，要不是有老友们的帮助，他早就交代了。这些年来，老李一直没有忘记老友们的这份恩情。在蛙鸣的伴奏下，老李再度唱起了《过昭关》，伴着歌声，宁宁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爷孙俩继续上路。半晌时分，爷孙俩来到湖边休息，看到一旁钓鱼的年轻人，宁宁耐不住寂寞，也吵着要钓鱼。老李疼爱孙子，可是荒郊野岭的也找不到鱼竿，于是老李便想着做一个捕鱼器。首先他铝瓶塑料薄膜，在上面剪了个小孔，接着将有孔的薄膜铺在瓶口上，再往里面扔点面包片，把瓶口一系，一个简易的捕鱼器就做好了。将瓶子扔进水里，接下来只需要等着鱼儿上钩。年轻人很困惑，这样也能抓鱼？他已经钓了1上午了，也没有成果。老李一点也不心急，他告诉年轻人，慢慢等，迟早会抓住鱼的。
没一会儿，老李就给孙子剥了根火腿肠，要招呼年轻人一起吃些东西。聊天时，老李得知了他的困苦。3年前，年轻人和朋友合伙搞了个工程，结果赔了个血本无归，跟亲戚们借的100来万全没了。合伙的兄弟因受不了打击自杀了，他没脸回家，也不敢见自杀兄弟的家里人，便一直躲在这里逃避现实。为了开解年轻人，老李给他讲了村子里的一个故事。在80年代分责任田的时候，村里有一家兄弟，大哥早早成家，小弟却始终没有结婚。那时候生活很穷苦，没有柴火烧，父亲便让小弟出去捡树叶。弟弟谈完没去，回来时面对父亲的质问，就编了个瞎话，说自己的树叶被大哥拿走了。盛怒之下，父亲不由分说就给了大哥一巴掌。蒙了冤的大哥气得喝了农药，在送医院的路上就死了。后悔不已的父亲没1个月就选择了上吊，妻子也改嫁了，一家人就只剩下这个小弟。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导致了惨剧的发生，小弟本也想自杀，可大哥的孩子都托付给了他，为了孩子便将就着活了下来。此后的余生里，他没有再讲过话，一生也没有结婚。后来他发现不说话也能正常过，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讲话的能力。这个小弟就是把摩的借给老李的哑巴朋友。所以啊，人各有命，不必强求，也不必在愧疚感里把自己逼上绝路。年轻人听完豁然开朗。没过一会儿，壶里的瓶子就进了一条鱼。现在钓上来的鱼已经不重要了，最有意义的是这个过程已经体验到了。他将这条鱼送给了年轻人，希望对方引以为戒。年轻人很感动，他也送了年年几颗泡泡糖，算是回礼了。告别年轻人后，爷孙俩又出发了。一辆货车抛锚在了路边，司机拦了很多辆车，可他们只是匆匆而过，并不愿意伸出援手。就遇上了这爷孙2人，老李好心将车借给司机，让他进城里买工具修车。爷俩就坐在路边帮司机看车。闲来无事的老李帮年年做了个风车，年年吹着风车，开心的笑了。不一会儿，司机回来了，修完车后，司机要给老李50块当做报答，老李没要，司机便把这钱给了孩子。一听说老李要去三门峡，便有心载他们一程。路上，司机讲起了去年发生的一件事。那天他拉着一车鸡往外走，没想到翻车了。司机去村里找人帮忙，车虽然被推了出来，可鸡却被村里人抢光了。这下子司机非但没有赚钱，还往里面赔了好几万。老李劝司机换个角度思考，如果不是村民们帮忙，他那车估计都拉不上来，到时候损失更大。司机觉得老李的话说的不对，他不相信这世上有好人。傍晚，几个路人拦下了货车，司机一眼就看出这几人是来讨钱的。本着破财免灾的原则，司机不情不愿地掏出一张钞票。老李下车查看情况，路边有个妇女正带着孩子，肇事者撞死丈夫后跑了，只留下了娘俩沿街乞讨。老李丝毫没有怀疑，他让宁宁把司机给的50块钱交给了女人。临走前，宁宁也将年轻人送的泡泡糖给了小孩子，这是他们小孩子之间的安抚方式。用1颗糖果换来的笑容是无价的。回到车上，司机称赞老爷子大方，这帮家伙肯定是骗子，你还愿意给钱？老李觉得对方肯定有难处，自己这个活人也不能跟人家死人较劲啊。活了这么久的老李早就看开了，平静地接受着生活的馈赠，不管是好是坏，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老李的做法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司机的看法。赶了一夜的路，司机在一个分道口和爷孙俩分道扬镳，虽然就此分别，但看到宁宁留下的风车，司机露出了温暖的笑容。老李又开启了自己的小3轮，连续赶了4、5天的路，老李终于到达了三门峡。可刚一进城，警察就找上了老李。警察将老李带到了警局，儿子运生已经守在这里了。原来是儿子报的警。回村之后的他不见了儿子和父亲，一问才知道老人带着孩子去三门峡了。所幸2个人没有出什么问题，不然儿子得后悔死。面对儿子的数落，老李也只能默默的点头。老李的摩托3轮是无牌照车辆，必须拉到交警队处理。看着忙前忙后的运生，老李心里很是愧疚，他也没好意思继续麻烦儿子，一个人买了些水果，去了市里的医院。好友韩玉堂就躺在病房里，故友重逢，热泪盈眶。韩玉堂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再见到老友，他激动地握住老李的手，颤颤巍巍说不出话来，半晌才说出了一句：“你吃饭了没？”老人就是这样，总在关键时刻说些稀松平常的话语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好像什么都不重要，一切都回归了人生最基本的吃喝睡。老李则嘱咐好友保重身体，下次病好了再来看他。人人都很清楚，这次可能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回去后，老李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儿子，儿子已经够忙了，他不想再给儿子添乱。爷孙俩坐车很快就回到了村子，却得知了哑巴朋友的死讯。人生就是这么的反复无常，前几天还教自己开车，转头就离开了。老李看着哑巴朋友的坟头，叹了口气，人都要走这一关的。确实，身边的老伙计
纷纷在他之前走上了这一关。这次回来，医生帮老父亲修补了屋顶，这下子下雨天不会再漏雨了。离别的日子到了，老李细心地帮孙子收拾东西，生怕孙子落下一点。宁宁虽然不想走，但还是被爸爸拉上了车。车子渐行渐远，孙子却探出窗外，一遍又一遍地跟爷爷再见。老李矗立在原地，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里，也没有离开。半年的时光转瞬而逝，村子里下起了大雪。老李家里的电话响了，可他却是一动不动。良久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接起了电话，是韩玉堂的儿子打来的。就在昨天，他父亲在医院里离世了，临走前特意交代家人要给老李道一声，活着的时候还能再见你一面，特别满意。老李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放下电话后，他在那张合影上把去世老友圈出来，眼下在世的只剩下他一个了。老李穿上棉袄，戴上棉帽，搬个凳子坐在门口，点上一支烟，看着雪花，再次唱起了那道过昭关。现在老爷子眼前就只有最后一关了，关关难过，关关得过。影片《过昭关》于2018年上映，算是一部特殊的公路电影。导演花了38天的时间就拍摄完成了，总成本不到40万。主演杨太义更是获得了影帝。电影中的老爷子用自己的故事给每个人一份朴实的解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昭关，而爷爷是生活的勇者。大风大浪之中看过太多的生离，更遑论害怕死别。只有在你经历人生的种种变故之后，你才会褪尽浮华，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来看待这个世界。